装潢小学堂上课啦！大家好，我是魏助教。装潢大小事，我为你解释。来到窗帘小教室的第2集，相信上集呢，大家对于窗帘的种类应该有了基础的认识。如果你还不认识的话，可以打开右上方的资讯卡，可以再去回顾一下哦。但在不同的空间下，我想各位观众朋友一定对于窗帘如何运用在空间当中有更多的想法。这一集呢，我们就来深度讨论有关于空间以及窗帘的运用吧。在正式开始前，邀请我们本集的节目大来宾，窗帘研究所的所长谢林家士谢老板。窗帘新风貌，谢老板都知道。大家好，我是窗帘界的谢老板。想来帮观众朋友问一下谢老板，就有关于公领域跟私领域，他们彼此之间在窗帘装置的需求上会有所不同吗？所谓的公领域呢，就是我们比较直接的说法，看得到光，可以被看到的地方，那就是所谓的公领域。那人家说美景无敌，那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怎么样让好的光线，让好的气场进到我们室内来，所谓的引景入室，在公领域的地方，在客厅、书房，那我们觉得明亮一点。那这是我们跟客人跟家人互动的一个地方。那至于私领域呢，就是我们睡觉、休息，或者是我们换衣服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现代人由于工作压力大，所以在私领域我们会希望说它是防光，然后让整体的光线呢是比较低，然后在里面你可以好好的去休息，然后注重你的隐私。所以我们常说的明厅暗房。明厅暗房的意思就是在公共的领域的地方，我们希望明亮一点，然后在我们所谓的私人休息睡觉的地方，我们让它整体的那个光线是比较不会漏光。那这是我个人建议大家可以采用明厅暗房这样的一个方式去选择你要的一个窗帘。根据上述刚刚提到的公领域跟私领域的部分，我来想请谢老板来帮我们推荐公领域的窗帘呢，是适合哪些的呢？所谓的公领域不外乎就是客厅、餐厅、书房，空间比较大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希望说整体的感觉比较大气。那我建议刚刚讲的布纱帘。那当然你要注意到，你跟对面，尤其我们在都市，那往往动线很近。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虽然说公领域是可以被看到，可是我也不希望人家看到我的隐私，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比较不透的纱，或者是稍微比较轻柔一点的布用一层的方式，因为有时候受限于预算，我觉得这都是在布纱我们所谓软窗帘方面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那有时候我希望调配里面的光影，那我们可以采用所谓的丝欧百叶，让光进来，让自己不被看到。刚刚聊完了公领域，接下来来帮观众朋友问一下，那私领域的部分，窗帘又该如何选择呢？我想私领域的话，要针对空间以及个人的生活习惯，因为有些人希望睡觉的时候一点点光都不能进来。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譬如说我们功能性窗帘里面，我比较推荐于所谓的遮光型的窗帘譬如像有风琴帘。如果有时候受限于预算，你可以选择比较遮光型的调光帘，那就是我们俗称的斑马帘。其实选择性蛮多样化，那当然要针对你的一个生活需求跟习惯，那再搭配你的风格，这样子整体来讲的话，既达到你的实用功能，又达到你的美观。选对窗帘，为你的生活加分。刚刚提到了公领域跟私领域之外，有一个地方是我们都没有讨论过的，是有关于浴室的部分。谢老板啊，潮湿的浴室到底要怎么样去选择它的窗帘呢？浴室，谢老板建议大概有2种形式，一种是所谓的铝百叶。那铝百叶的话，因为百叶本身它的弹性比较大，可以针对你的需求去做选择。你可以选择所谓窄板、所谓的宽板，或者是防潮型的木百叶，或者是不带棉质的风琴帘。不带棉质的风琴帘，我特别强调，因为它这样才比较不会发霉。那或者是有做防泼水处理的布片百叶。其实浴室的选择性很多，早期可能都用卷帘，可是卷帘放下来就整个都会很潮湿，所以我可能比较不建议我们现在坊间常常推荐用卷帘的一个方式。那可是最后谢老板要提醒大家，所有
的窗帘放在浴室，它大概只有所谓的1/2的寿命，只有1/2的寿命。所以我也是建议定期，譬如说3到5年，我们也许将室内做一个整理，那可以更换一下窗帘，那更换你的心情。想帮观众朋友提问一个观众朋友最切身的问题：如果假设他是从预算上面的考量，谢老板会有怎么样子的建议吗？那当然，一个家当然一住就好多年。如果我觉得在预算还许可之下，我建议所谓有品牌的功能性窗帘，譬如说4楼百叶，譬如说风情帘，那你可以风情帘有所谓的双重奏，也就是有纱又有布。那当然有时候受限于装潢本身，因为窗帘通常在最后，那我可能前面的预算都已经用完了。那我觉得针对你自己的预算，譬如说比较低单价的调光帘，或者是卷帘，甚至于所谓的木片百叶，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今天也是收获满满的。我们从公领域、私领域一路聊到了潮湿的浴室，谢老板都为我们带来丰富的知识。所以，我们节目的最后还是非常感谢谢老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记得在下面留言。下一集谢老板将告诉各位窗帘如何为各种风格加分。好的，本集精彩内容就到这边，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